我最近特別饞無骨雞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雞爪的聲，饞的都睡不着覺。但總害怕外面賣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乾脆買了500根雞爪子，決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後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覺也不難，但幹上發現是感覺的不準。那給我爪子都幹散架了，雞爪子還很完整。然後發現很多人說用嘴啃的快，我們試了一下，的確非常快。用工具去1根的時間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沒縫，完整度還特別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麼程度呢？好多他们跟外买是一樣的。後來我發現用嘴啃的最大障礙不是牙口，是腸胃，因為啃一個雞爪起碼得下10幾口，完就整的滿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說產量只取決於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來還想再用工具試試，但這人一旦走了捷徑啊，那根本就回不去了。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在工具時代的時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給擦汗的狗老師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時代了，我弟只能淪為給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見就那麼地了。問題这是明出亮灶啊！后來就決定一人拿個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調了。這一宿去骨去的都給我幹麻了。完尋活動活動，正好試試在唯品會新買的衣服。最近他們年終大促，滿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賊划算。這雙明星聯名款到手才花幾十，而且尺碼不對還能喊順豐上門換。夏天到了，這 T 恤啊、短褲啊都趕緊點評論區安排上呀。後來試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還有小半鍋雞爪子實在整不動了，就決定給它滷了。就在這一刻，我突然覺得人類的悲歡有那麼一點相通了。這個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點起床出門炸大廣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點沒睡在家炸雞爪子。雞爪滷完了，正好早上9點半，在樓下早餐鋪買到了最後一屉包子。然後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紅豆粥都覺得嘴裡苦，就進屋打了幾根冰激凌，正好尋涼快涼快。等我出來的時候，眼淚都掉下來了。說好了個人啃個人的，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廁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給打串了，我當場心梗了我。最近越來越熱了，有點吃不進去飯。每年這個時候都是靠一碗過水麵再拌點牛肉醬挺過來的。然後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個巨好吃的牛肉醬配方。今年買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產一下。這個醬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點是肉的切丁不能絞餡。但對於活驢來說，刀工永遠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。你瞅這個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這個姿勢，我生怕他一使勁把手指頭先憋折了。完切肉沒意思呀，就開直播來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為我們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媽、我姑、我姑父就過來了。到這發現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讓他們走。這盛世如我所願呢，全家都讓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話說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他還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後吧，我个人這一塊確實沒什麼朋友了。後來11點多就給他們放回去了，也沒讓他們空手走，一人都貼好幾節膏藥。完我爸說在家看直播那個手機太卡了，正好我前2天在轉着買了個2手的蘋果11，順手給他了。我買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們還有認證的驗機報告，7天不滿意包退，完還免費保修1年。想換手機的趕緊去看看。然後切辣椒的時候我有點用力過猛，懟壞好幾個手套，手疼了好幾天不說，3天沒敢站着尿尿。完我弟說遇事還是先保大吧，這活就繼承給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遠比他的精神更讓我感動，因為我仔細看了一眼他這個裝備，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嗎？後來炒醬的時候都早上7點多了，我尋思1個小時就能炒完呢，結果炒了4個小時。我第一次用這麼大鍋炒菜，甚至還找着點食堂炒大鍋飯那個感覺。盛的時候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，這30多個小時真不白幹呢，空口吃都賊香。把家裡所有罐都用上了，還有一大鍋沒盛呢。已經通知來求的人自己帶盆了，完也告訴他們了，也備點信封啥的。因為這頓下來吃飯就剩我們哥倆了，這回還只是少倆人，沒準下一頓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說那意思。最近身邊的小洋人越來越多了，所以我買了不少黃桃和楊梅，打算給他們做點罐頭。但是做的時候我發現用凍水果做的罐頭果味都比較淡，而且吃的也沒什麼營養價值，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點涼的甜水。再一個每個人的症狀和需求也不一樣，有想止咳的，有想快速恢復味覺的，還有那純饞的。所以為了照顧好每一隻羊，我一氣買了350斤水果。但是現在身邊能動彈的好人就剩下我們仨了，這活幹起來就特別有緊迫感。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經陽康了，出去吃上燒烤了，我仨還憨憨的搁這坐着扒葡萄皮呢。
因為是給病人做嘛，每一樣水果我們處理的都非常細，就連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給切了。然後果凍橙我們扒成瓣之後，把裡邊這層皮也給扒了。砂糖橘我們也是每一瓣的絲兒都剝得非常乾淨。這活幹的我就覺得他純變態。就這倆活完全可以和給趣多多點巧克力豆並稱人間三大酷刑。這些水果我仨幹了2天2夜，基本就沒怎麼合眼。我當時都覺得還不如阳了呢，因為要阳了起碼有藥能治，但這活我仨要再幹半天，肯定馬上就嘎。收拾完水果之後，我们就開始刷罐頭瓶了。現在物流還沒太恢復，買不着新罐頭瓶，我就找了幾個飯店要了點空瓶。完心高溫消下毒，結果溫度太高了，給手燙禿了皮。這一下讓本不富裕的勞動力雪上加霜了。後來我們尋思先吃點好吃的，冷靜冷靜吧。我最近種草了這個諾凡金松露巧克力，這是純可可脂做的，一共4個口味，口感都特別好，尤其是榛果的，有很濃的堅果香味，抹茶的吃起來也很清新，夾心也好看。還有最近出的這個新年限定的可愛兔禮盒，打開裡邊還有2個紅包呢，這氛圍感可太好了，一下就過年的感覺了。然後為了讓這罐頭吃起來口感更好，我們測算了一下每種水果最佳的蒸煮時間，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，因為我尋思現在沒有味覺只是一時的，但要這會兒給自己吃出糖尿病來，那真是一輩子事兒啊。然後為了讓罐頭的果味能夠濃一點，我還榨了好多鮮果汁兌裡，完還剩點草莓，就都讓我做成草莓冰點了。這酸酸甜甜的，再帶點冰碴，這難受的時候來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然後這罐頭蒸好之後再倒扣晾涼就可以了。這種自己做的罐頭，因為只放了糖、水、水果，所以無論是口感還是味道，真的和外面賣的罐頭是不一樣的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這一桌裡邊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還10來塊錢。然後每一個來取罐頭的人，我們都是無接觸配送，並且做了非常嚴格的消杀。我本來以為我能帶着我的胰島杠一起到2023年呢，結果也不知道啥時候整上的，突然就燒了2天40度。這回行了，徹底踏實了，省得老惦記。沒想到到底摟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。天都暖和了，要開化了，感覺現在東北家庭都在幹一個事兒，就是想着把陽台上凍貨吃了。這些箱子這禮拜必須全幹掉，要我媽又該琢磨買冰櫃了。我爸頭2天挖了個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這玩意兒太嚴謹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澆了2層冰，這開採難度太大了，趕他媽挖礦了。我就這麼打個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這玩意兒不比保險櫃差。焦蛋魚一冬天都沒人願意收拾它，開春了實在躲不過去了，讓我脖肚分離了。魚頭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鐵鍋燉了。這排骨因為花紋好看，我媽一直沒捨得吃，結果凍風乾了，再不吃就得餵狗了。還做了壽喜燒和固蛇塊，正好借着他倆把冰箱裡剩青菜打發了。完今天給去年種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覺得腿肚灌風，我寻思我怎麼燻成這樣了？完一看褲子燒漏了，這事整的他媽鍋沒10幾回，褲子燒壞倆了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鵝、煎皮、汁蝦、排筍、叉肉、德魚、剁頭、烤魚、瘦燒，看沒看着？這個最有心眼，在那趴上坐哪最合適呢？那叫一個肥沃的土地不長草，聰明的腦袋它不長毛啊！完今天買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應該是明年見了，現在開始炫爬乾了，然後把罐那些乾腸都塑封了。我本來其實剩挺多呢，我建議拆箱看沒剩多少啊，趕緊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獎那個姐們的給寄走了。10天之前還是這麼一大盆呢，現在就剩下這麼一點了。但我估計這10來斤也夠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這樣嗎？多的時候使勁吃，越剩少了開始越不捨得吃了，放到最後全他媽壞了。哎呦啊，這汆鍋底兒也沒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招了汆鍋底兒。早上他安排我去買海鮮，他買酸菜。我說咱倆一起去買海鮮唄。他說不行，買酸菜重要，買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點養老金都要捂出蛆來了。我就納悶，我一個獨生子，他怎麼想不明白呢？還是我媽實在，我買東西回來發現她給我找個這麼大盆，我說我也不是上貨去了，至於嗎？但這個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東北的海鮮汆鍋底了解一下。我實在沒想到這大鐵鍋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這只沒擠進去的讓我們包餃子了，這只一直在鍋裡煮着，主要是給酸菜借借味兒。這只是我姑，大夥都在那吃蝦呢，她幹一盆蝦片。好在我弟沒隨他呀，上來就問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蝦。這家伙3口1只蝦，吃得自己直上頭，完了又乾一瓶外星人電解質水，這玩意兒零糖零卡不怕胖，還能快速補充水分和電解質。你說吃着海鮮喝着外星人，1斤稱不長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我們家這些活爹呀，說願意吃餃子，全回屋包餃子去了。時間過得飛快呀，他們再出來天都黑了。
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說今天到這吧，这給我二哥急的呀，說別介呀，生蠔還沒下呢。你說他包2個小時餃子，他不惦記，他惦記外面那點生蠔。這幫夜貓子越吃越餓呀，這羊肉餡和螃蟹餡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來了，就連這痛風的餃子湯都呼呼喝呀。我說這不是向往的生活嗎？我爸問我啥意思，我說就一堆城裡人跑山裡冻得嘶哈的，還整挺快樂那出的意思。